大家好，又到了 Brenda 的学习时间。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雪球啊。好，就像这样的一个雪球是用 Cycles 渲染出来的。OK， 如果想找到这种材质教程的话，大家点击进入 B 站主页啊，点击我的人像进入主页，点选合集和列表58。这里呢，前面的合集文件夹是一些基础教程文件夹啊，包括虚幻引擎和 Blender， 而从第2页开始就是以 Blender 为主的一些分类的一些教程，大家可以找到有个叫做粉丝问题和材料节点课啊，这里就有很多一些粉丝有什么问题问我，以及这个材料这个怎么做的 ，OK？ 还有一个呢，像这些材料节点啊，材料节点刚才说过，基础教程最基础系列教程2这里呢就有 Blender 的材质节点，最基础的材质节点是怎么用法的 ，OK？ 一会儿我们会回到这一个提醒大家一下，然后我们重新进入一个 Blender 的 3.4。好，这个立方体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删除了。在这里是需要一个雪球，我们加一个 U1 沙法啊，然后呢滚轮中轴就可以让它放大来看，鼠标右键移下来，再移上去就可以看到有 Shape Move， 这样的话它就滚圆了。然后呢，我们把它的 Blender 自带的灯删掉，跟着呢点击这个球 Ctrl 加 Alt 的 L 键加数字0，好，这样的话它就在这个摄像头中间看了。然后 N 键，我们把中文关掉先啊。然后呢 N 键出侧面栏，这里呢这个键是 View VIEW 啊，我这插件太多了看不见 VIEW。然后勾选 Camera to View 鼠标滚轮中键，让这个球合适大小，然后勾选关掉 N 键进侧面栏，位置摆好就到这里了。渲染设置 Render Engine 啊，就是渲染的引擎，用 Cycles Device 是 GPU Compute， 然后让它渲染的更快一点，那128我们改它啊，让它快一点。跟着我们点击 OK， 点击这个右上角这个 Viewport Shading 啊，然后呢在这下面世界背景 Color 这里选 Sky Texture 天空纹理 Nishita 的，然后呢把它的 Air 改到 0.3， Ozone 改到 3.0， OK， 然后呢把它的 Sun Rotation 我们改到负420度， OK， 这样的话呢光线是从这边来，对吧？我们这个时候呢 N 键出侧面栏，勾选 Camera to View， 然后呢按住鼠标中轴往右推往右推往右推，让光线从左边来 OK， 往右推就行了。 N 键把这个侧面栏滚进去啊。好，跟着呢我们开始做它的这个材质设置了。进入 Shading， 你可以在这拉一个换到 Shader Editor， OK， 给它一个新的材质。 N 键再把这个侧面栏进去也是滚轮让它放大来看。 OK， 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有两个节点，一个是上面一个下面 OK， 我们现在材质设置这里把它下面这里有个Settings 打开，这里呢这里 Settings 打开以后，这里有个 Displacement 是 Bump Only， 我们选 Displacement and Bump。 好，跟着我们就可以做这个雪球的材质。它的 Subsurface 这个 Color 就是这个 Subsurface 就是副表面颜色我们给它一个浅浅的蓝色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它 Subsurface 它的这个值给它大概差不多这样，暂时是这样，一会儿再调然后呢我们把 Material Output 移下来以后，我们就这里呢我们需要2个 Displacement进入了 3.4， 每做一个像这样的一个页面要加东西呢，它都要再运转一会儿，让它想一想。 OK， 我们 Displacement OK， 这一个
然后呢 Ctrl C Ctrl V 第二个 OK， 而把它们两个连在一起，我们这两个都要连 displacement， 把它们两个连在一起呢，在 3.4 再说一下啊，它 mix这里有个 mix OK， 这个 mix 节点呢其实就是 mix RGB 啊，我们选 RGB 就在 3.2 的时候是 mix RGB， 我们连上 displacement，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两个 displacement 连在一起了。OK， 然后呢，我们把 factor 变成1啊。当然了，你想看我跟着呢，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做成这个雪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先不连，先连到第一个 displacement OK， 然后呢，这个先不连，我们先做完第一个 displacement 呢，我们再加一个 noise texture。好，大家知道下面也要加一个的 OK， 我们再 Ctrl C Ctrl V， 但下面一个呢我们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把上面这个连好，然后呢把它的 Fat 连displacement 连它的 Height OK， 大家可以看见这个球变成这个样子了，对吧？然后呢我们把 Scale 改到2，第一条现在是2，这里都不变了啊。然后好，我们就可以 Ctrl 在这里呢 Edit Preferences 喜好设置有个插件啊 Add-ons， 然后再叫做 No Wrangler 的插件啊，在这搜索 NODE， 这是 Blender 自带的一个插件，大家把它勾选以后点击最后一个节点 Ctrl 键和 TUV 的 T 就会出来 Mapping 和 Texture Coding 的两个节点 OK， 现在这个雪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那下面呢我们就看看下面这个是怎么做的，我们改成这个 OK， 这个 Mix 先不连啊，然后呢这个 Mix 先不连啊，然后呢我们同样是 Fat 连上它的 Height 节点 OK， 而是还有这个 displacement 啊，我们先把这个上面这个再连一下，我漏了一个地方，这个 scale 呢有点多啊，所以呢我们给它 0.7， 可以让它小一点。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做下面这一条线，连这个，然后把这个上面这个断掉了啊。然后呢这个下面的 scale 呢是 0.06 OK， 刚才我没改之前啊 Ctrl Z， 你看就这么厉害的，所以一定要把它改了 0.06。然后呢下面这个呢它的 scale 呢是给它一个80，让它那个它的小凸起多一点 OK， 第一条呢让它变成0就好了。大家可以看很多小小的雪球不是有这种纹路凸起嘛，对吧？然后呢我们再把 mapping 的 vector 连上它的下面这个 vector， 就是说上下都有连啊，然后再把它们连在一起，把这个 mix 节点 RGB 连在一起，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见两条线的纹路都连上了 OK， 跟着我们就到上面这里了。上面这里呢我们再添加多一个 color ramp。 刚才说过哦，像这里这些节点有些什么作用呢？刚才说过的，在这个进入合集合列表的时候，我不是说嘛，前面的教程是基础教程，对吧？选这个最基础系列教程2，这里就有6堂课，就是给 Blender 的最基础这些材质节点最常用的是有些什么作用。好，现在它这里运行完了，我们就可以进入 Color Ramp， 再连一个 Color Ramp， 就是可以很多种颜色导进去的，但这里呢我们只需要给它 Roughness OK， 然后呢这个白杆我们变成灰杆，把它变成灰杆啊 Pose 是0.378 OK， 这个黑杆我们点击一下 Pose 是0.515啊，当然你也可以移啊。现在的话它就变成了这个雪球这个样子 OK。 好，这里做完了以后我们雪球也差不多了啊，跟着我们把这个 Shade Editor 移下来。好，然后呢别忘了存盘 Save， 给它一个Snow 的 blend 文档 OK，
给它存盘。存盘了以后，我们就轮到加灯在上面了啊。我们可以加area light， 先是一个 area light， 然后呢，它现在在这底下下来，我们把它移到上面来 ，OK， 移到上面来，然后给它大概是100瓦到400瓦之间啊，我给它一个100瓦就算了，然后再添加多一个灯，就是 point light， 就点灯 ，OK， 移到它的右下前方左右啊。我们在不要摄像头看了，在 viewport setting 这样看，给它右下前方左右。好，再在 viewport setting 这样来看啊。然后上面这个灯可能还可能再亮一点。哦，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啊，不用再搞了。然后跟着给它做一个背景啊，这背景怎么做呢？回到这个白球状态，我们添加一个plane mesh plane， 移到这个球的底下 ，OK， 然后呢，伸缩工具把它放大，好，然后进入编辑模式，给它一个背景竖起来，线模式甩后面这根线，用伸缩工具就用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伸缩工具啊。等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在摄像头以外 ，OK， 摄像头以外，然后把它竖起来，伸出。啊，伸出的时候它不一定是直的，所以呢，在左下角这里，我们 Z 轴呢，这个数我们不改，我们就把它上面 X 和 Y 轴要改成0，这样的话它才是直的 ，OK。好，然后我们回到摄像头状态，再回到 viewport setting 看，你看这个里就可以了。然后呢，再回到物体模式，这个时候你可以看见这个 plane 和这个球啊，下面还是有点位置的，我们要把这个 plane 直接移到这个球下面，然后呢，这个 plane 呢材质我们也要给它一个材质，这个颜色也是给它一个浅浅的蓝色，尽量浅的蓝色啊。好，然后呢，这个 roughness 呢，给它一直拉到1，OK。好，跟着现在呢，所有东西都做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再次存盘，然后呢 ，render 一张相片，看看它的效果。等它在它渲染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之前我做的那个，好，在这之后做的一个啊，又不同了，又有点不同的这个轮廓又有点不同了。等它这里存盘，白色这个 save 存盘变白，而不是像这样变灰色，你就可以存盘。然后呢，因为有背景被 JPEG 文档 download， 然后呢，你在这里起个什么文件名，然后 save as image 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文件就可以存盘啊。然后如果你想再看看有些什么，我们点击这个球啊，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先检查一遍，然后看看有没有遗漏啊。我现在检查一遍，好像没有遗漏了，对吧？好，跟着我们就用刚才这个渲染出来的相片 ，OK 就可以了。好，这个课程呢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请喜欢这个课程的朋友给我个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谢谢大家，祝大家愉快一天啊！明天再见，拜拜。